现在是礼拜天的下午，算是中午吧。我跟路易斯要去 Markham， 所以来到这个 Lawrence Station 都没有什么人呢。我要坐地铁再换公车去咯。我们就点了这家台湾的金源排骨，还有其他吃的，但是有一些都没开。这边有一家白玉兰吃小笼包的，那边有韩国的开箱，我们中午点的。你猜哪个是你的？这个是控肉饭。哦，控肉饭，鸡排饭。然后这我点的鸡排饭。跟路易斯走到这个商场里面，走一走就看到这本书《马街博士》。我们这么有缘分，如果还没有看我上一个视频的，赶快去看哦。他以前可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。你看这些，你有看过吗？你有这个童年吗？有啊，柯南有啊。你有看过这一部吗？我小时候看到害怕哦。金田一哦，对啊，这个有，超好看，这个童年。在多伦多呢，其实在加拿大吧，加拿大的几大城市吧，我觉得温哥华和多伦多都有很多这种比较华人的商场，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很多华人的商店，你看都是用中文和英文写的，所有的广告也都是中英文的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自己是住在一个加拿大这样的国家。你看所有的这是一家银行，银行也是，它都是中英文写的，非常的有亚洲的感觉。这边有个叫多华会，这个多华会呢，我看它这个介绍哈，它应该是有加拿大政府的支持，所以它是帮助移民加拿大的新移民安居的这么一个组织。其实这种组织在加拿大还挺多的，它可以提供一些新移民的语言的培训啊。所以一般来说，你看像移民加拿大的人，他都需要如果英文不好的话，你可以先来上一个叫 LINK 的一个课程，它是指新移民的英文课程。这个是免费的，所有的新移民，只要你是加拿大的移民，你可以比如说一开始他会给你做一个测试，根据你的英文水平来给你分班，比如说你一开始是2级、3级，然后你就可以再读一段时间之后，就变成是4级、5级、6级。一般来说呢，如果你到6级毕业之后呢，你比如说将来想要申请入籍啊，或者是申请一个专业到学校里面去上课，这些也都是认可的。很多新移民都会经历这个过程，但是这个教学的质量呢，好像就是有好有坏了，就取决于你是在哪一个班。一般来说是华人是比较多的，像他们，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教室。LINK 刚才我说的那个新移民的英语课程的教室，他们其实这边的教学都会比较偏实际吧，它不是单纯的让你在教室里面上个课。你看你可以去，他们会组织一些活动，这应该是去哪里春游吧，打球，然后下象棋，然后可以打麻将，然后你看他们都去不同的地方去旅游，还有一些文娱活动，比如说你看唱歌，然后走旗袍秀哈，老年人都很喜欢这种。笑啥？你为什么说是打麻将？不好意思，你在做，对，人家没有在打麻将了，更改一下，他们在做手工。还会有一些，比如说跟当地的应该是去做一些义工吧。你看他们去不同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应该是万圣节的时候自己做一些衣服。其实读这个 LINK 的课程哈，我自己是没读过，但是我表妹读过，她是感觉说其实还是挺有用的。移民的时候1级就一直读到了6级，她读到6级之后，她再去申请一些college 的专业的时候呢，就比较方便了，就不需要你考英文了。其实也是一个认识和交朋友的过程吧。她交了一些挺不错的朋友，互相之间都会互相帮忙啊什么的，其实挺好的，也是一个你融入这个当地社会的一个方法。这种机构其实它的作用不仅仅只是教英文，比如说有一些反正跟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，他们都有提供一些项目。这就是移民加拿大的其中一个福利吧。我觉得在移民和难民的安居方面做的还挺好的。今天天气比较好了，没有下雪，但是风还是有一点点大。天，它这边应该是有一个日本的 bar， 你看一下，
寿司。比我们在那个西人超市里面看到要便宜。我们在西人超市里面呢，像这个辣炸虾卷都要到9块9毛9，所以就差不多贵了2块钱。然后西人超市那个也是 TNT 卖过去的，你记得吗？嗯，它标签上都写。所以你看还不错吧？你看，往那边走嘛。你看这个寿司的这个拼盘，你看多好，这才15块钱。哎，小菊，你的名字？什么小菊？我的名字？小菊花。然后你看，说霸道。你看像这些，15块钱，多好！然后他们就在里面现包的。现包，你看像综合的那个26有38片，然后这个54的。那边有点心 barbecue， 然后你看啊，热的食物，这个熟食区，看那个熟食区啊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买。像我们在温哥华的呀，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专门的街边小吃区，都卖什么台湾的什么炒米粉，还有什么好多呢，炒米粉什么的。然后给大家挂包啊，这边。哦，哎，威廉，就是market，威廉。我们刚刚是不是在大统华被人家踢出来？对。因为我拿这个录啊，然后那个 security 2个就冲到我后面，我说：“哎，不能录，不能录。”他说：“你是在干嘛？”他说：“你是在干嘛？”他先问我的：“你是不是同行的人来那个窃取机密？”我说：“大姐，我就是一个 YouTuber。”然后我就给他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要来开箱我们在多伦多租的 Airbnb 啊，而且今天要来点不一样的。通常呢，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开箱都是一入住的时候就开箱了。今天是我们在这个房间租了第33天了，所以有很多的使用心得可以分享给你们。我们这次在 Airbnb 租的这个房间呢，是35天要3000块加币哦。然后我们租进来之后呢，问朋友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富人区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吧。Let's go！ 一进来就是一个很长的走廊。说真的，如果是自己住家的话，还蛮浪费空间的。但是这间房东就是把这个地下室改造成有2个房间做 Airbnb 的用途。走廊上摆放着一台很多余的除湿机，我们租了35天，倒是都没有用过。多伦多比温哥华还要干燥很多，而且房间里面的暖气都开很大，所以更加干燥。转过来左边就是我们租1个月多几天就要3000加币，台币6万6的 Cozy Relaxing Room， 到底是里面有多高级、多舒适，要这么贵？在进去之前呢，来看看右边这个房间，没错，里面就是有一个热水器跟暖气机的房间。讲到这个热水器，我整个人就火冒三丈，可以分享一个故事。我们租的第3天晚上7点过后，打开水龙头就没有热水，我们就跟房东反映这个问题，想说可能隔1天应该就会好了。白天倒是都正常的有热水。过了2天，住在隔壁栋的房东的阿姨来敲我们的房门，寒暄了一下，就问我们是不是在房间里面洗衣服。我说没有啊，为什么要在房间里面洗衣服？我们本来就预计好每个礼拜6要用洗衣机跟烘干机了。我心里想着，靠腰，请问看不起我，觉得我不会用洗衣机吗？我的火已经上来1半了。更夸张的是，他接着说，尽量不要在晚上6、7点过后洗澡，因为整个房子有5间房间出租，至少有7个人在使用这个热水器。所以如果我跟路易斯可以的话，尽量在下午直接把澡先洗好最好。还把问题丢给我说，我们住进来之后热水就不够用了问题，以前都不会有。我整个火直接就冲破天花板，心里的 OS 就想说，靠，老娘我们花了3000加币租你一个地下室的房间，没有厨房可以用，没有冰箱可以冰食物，连要用个洗衣烘干机都要提前跟你讲，你开锁之后我们才能用。现在把问题丢给我，说是因为我住进来之后让全部人晚上没有热水用。请问我花钱当房客，你讲的这些要求合理吗？
你每个月收7个人以上的租金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可能有热水不够用的问题呢？当然，我当下没有把我心里的 OS 讲出来，我想说对方也是一位长辈，所以要有礼貌的跟他应对。我后来跟路易斯讲这件事情，他马上跟房东讲，没过2个小时，房东直接当面跟我道歉，希望我不要介意那个阿姨之前讲的话，他会马上处理好这个问题。好哦，来看看这个豪宅里面我们的房间啦，噔噔噔噔，一开门就会看到房间内唯一的窗户，是不是很傻眼？像不像住在监狱里面那种小窗户？转过来右边就有一张双人床，还有我跟路易斯摆放行李的地方。另外一边有一个大桌子跟衣柜。但是先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厕所，这应该是我租 Airbnb 最小的厕所了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看看没有冰箱可以用的，我们早上都吃什么啦 ？Cereal 啊，巧克力 muffin 啊，苹果等等不用冰的一些食物，连水都要买这种大罐的水回来。整张桌子还算蛮大的，所以我跟路易斯就一起共用。衣柜里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我的，我占据了几乎整个衣柜。其实每次旅行都会带很多觉得会穿的衣服，但是实际上每天都穿一样的。有人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暖气的设计吗？它不时的会滴水，我还帮房东放了毛巾吸水，以免它的地板坏掉。这就是监狱小窗户看出去的风景，跟这个房子的车道是平行的。这是来多伦多带的一些维他命啊、精油、宝石等等的东西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底下留言区或者 IG 私讯我。这本没有自律还谈什么梦想，是我最近在看的书，写的真的很好，给我很多的启发。床还算是舒服的，硬度刚刚好，不会睡得腰酸背痛。有人跟我一样，每次到租的 Airbnb 或是饭店房间，如果有垫床架的话，会不会检查看看下面的空间会不会藏着坏人吗？我们还买了洗碗巾，在厕所里面洗一些小碗盘，你看看多可怜。还有一些擦脸的保养品，牙膏、电动牙刷、洗牙机等等。一样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底下留言区或是 IG 私讯我，我再跟你们分享我们用的东西哦。来看看我们房间外面的走廊，有一个微波炉跟煮水机，还有隔壁房间的印度租客的鞋子，跟房间里面一模一样的暖气设计。你看他们在下面摆放着一个盆子接水，真的是很傻眼的这个暖气。有一天从早到晚下了超级大雨，大到晚上那个雨从墙壁里面渗透出来到走廊上面。这边附上那天现场画面的照片。我们租个 Airbnb 还要联络房东跟帮忙处理漏水的问题，我也是晕了。这是出入这个地下室的门，另外一个租客的房间。洗衣烘干机的地方，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个冰箱就在这里，我不懂为什么不让我们楼下的租客使用。打开门外面就是后院，有一个大楼梯下来，难怪那天下大雨会淹水进来。在影片结束之前，有一些小小的订 Airbnb tips 要跟你们分享。如果你们有常住的需求，在订房之前一定要再三确认有没有冰箱、厨房跟洗衣烘干机可以使用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短租的需求的话，应该就不太用关心这个问题。我们原本是订了另外一家35天只要差不多1400加币，3万出台币，而且有包以上所有的东西可以使用。但是那个屋主在我们要去多伦多的前一天跟我们说，我们租的房间有问题，要帮我们移到另外一个房子，巴拉巴拉巴拉很多其他的问题，我们才不得已取消那个订房，然后才赶快只能订到找到我们要租的这间。一住进去 Airbnb， 马上要检查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正常使用，干净度啊，跟有任何问题马上跟房东联络，跟提早说明。要离开 Airbnb 之前呢，一定要拍照，可以之后保护你自己的权益。我有看到过有租客 check out 之后，反而被房东索取几百到几千加币的赔偿，说房子被损坏等等的问题。好啦，希望这个影片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哦。喜欢这个影片的，不要忘记可以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分享给你的朋友、家人们，跟开启小铃铛哦。这样我下次上传新的影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。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